在2022年的最后2天，中国政府监管部门又搞死了一个行业。互联网券商认为，只要做到了这2条红线不越界，中国的监管层就不会为难他们，以后不允许用中国身份证新开证券账户了。可以说这条路已经堵死了，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炒美股了。大陆居民可以使用另一类券商，就是美国的本土券商。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2022年末，动态清零的政策突然退场，毫无预兆的放开，让各行各业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大家都觉得2023年将会是充满光明的一年，人们的行动不再被限制，商店不会被强制关门，生产消费的方方面面都会慢慢的恢复正常。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在2022年的最后2天，中国政府监管部门又搞死了一个行业。2022年12月30日，中国证监会突然点名富途证券和老虎证券，称这2家公司未经核准，面向境内投资者开展跨境证券业务。根据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消息一出，富途证券当天股价暴跌 31%， 老虎证券股价暴跌 28%。尤其是富途证券实在是成了大冤种。富途证券本来是计划在12月30日这一天以介绍上市的方式登陆港交所的，这么一来，不仅港交所的上市计划泡汤，股价暴跌，公司之后能否继续运营也要打一个问号。证监会的发文里面明确提出了整改方案，也就是2句话：有效遏制增长，有序化解存量。这是什么意思呢？有效遏制增量就是说，这2家互联网券商以后不允许再增加新的中国大陆身份客户了。根据我电报群的小伙伴的分享，他咨询了富途证券的客服，客服明确回复，以后不允许用中国身份证新开证券账户了。可以说这条路已经堵死了。第2条，有序化解存量，就是说目前的老客户可以继续投资交易，但是不能够增加入金了。比如说我账户里面现在有2万美元的资产，那我以后只能交易这2万美元了，没有办法再增加入金了。这其实就相当于账户废了，不能入金的账户能用来干什么呢？所以只要我们的券商账户用的是中国身份证或者护照注册的，那以后就肯定会受到影响。截止目前，老虎证券的存量客户中80%都是中国境内身份注册的，富途证券这一比例是55%。证监会的这一道命令基本上是要了互联网券商的身家性命。中国大陆居民想要在境内合法合规的直接炒美股，几乎是不可能的。富途证券和老虎证券能够做到如今这么大的体量，也还是一直游走着监管的灰色地带，靠的也是监管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据中国证券法的规定，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证券业务。证券公司监管条例也规定，境外证券经营机构在境内经营证券业务，应当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然而目前还没有境外的券商可以得到直接在国内开展业务的批准。但事实上，炒美股的人、炒美股的资金量都非常的大。中国大陆居民炒美股是典型的灰色经济。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推算，截至2021年底，美股41万亿美元的总市值中，30%都是境外资金持有，其中中国内地居民持有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高达2570.35亿美元，在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的7988.87亿美元，超过科威特、韩国、新加坡，而这4个国家都是资本可以自由兑换的国家。尽管人民币资本目前还不可以自由的兑换，但是中国股民已经成为美股市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已经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实。无论是炒 A 股还是炒美股，首先都必须要有一个券商账户。大陆居民目前可以注册的券商账户主要分为2种，一种是互联网券商，一种是美国的本土券商。互联网美股券商以富途证券、老虎证券、微牛证券为主。这些互联网美股券商的共同特点是，创始人大多是华人，注册地在海外，
投资人一般是国内的大型互联网公司，比如富途证券的创始人李华，2000年加入腾讯，是腾讯 QQ 早期关键的研发者和参与者，以及腾讯视频的创始人。2012年，李华创立富途证券，腾讯就是初始投资人。富途控股作为母公司注册于开曼群岛，子公司富途证券在香港注册，是香港证监会的持牌机构。境内公司富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2007年在深圳注册，境内公司主要从事互联网科技类产品的研发，也就是说，富途把证券业务都放在境外，在境内的只有技术研发等辅助性的业务。富途证券 APP 的名称为富途牛牛，开发者是深圳富途网络科技。富途牛牛的网站备案在深圳，而富途证券的开户是在香港的网站。接下来是老虎证券。老虎证券成立于2014年，创始人兼 CEO 吴天华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硕士毕业，是前网易有道搜索技术负责人。老虎的主要投资人是小米。老虎的公司主体向上金融也是注册在开曼群岛，公司的实体是注册在宁夏的向上融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老虎证券的 APP 在应用商店的英文名称为 TechTrade，虽然中文名称是老虎证券，但是开发者是老虎证券在新西兰的公司。老虎证券在中国境内的网站域名，主办单位是北京优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在北京备案的网站。如果在网上开户，就会跳转到服务器位于新西兰的网站，而这个网站是在新西兰的持牌机构所有。这些纯正的中国血统的互联网券商，之前还没有被中国监管部门取缔。最重要的一条保命法则是，开户和交易都在境外的关联公司和境外服务器实现，中国境内的实体只负责技术支持和研发，这些并不会被认为是证券的业务。另外一条保命法则是不帮客户换汇。在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自由兑换的中国市场，居民换汇只能用于因私旅游、留学等少数用途，监管部门明令禁止购汇用于境外的买房、证券投资、购买寿险和分红险，所以这些互联网券商只接受美元或者港币的入金。如果接受人民币入金，那么就实际相当于变相的帮客户换汇，这就构成了外汇管理条例中禁止的私自买卖外汇、变相买卖外汇的行为。互联网券商认为，只要做到了这两条红线不越界，中国的监管层就不会为难他们，因为他们持有的都是境外的金融牌照，持牌主体是注册在海外的公司，在境内的实体都是网络科技公司，严格意义上讲不属于中国证监会的直接监管对象，证监会只能监管他们有没有在中国内地实质性的开展证券业务。富途、老虎等几家大的机构在入金方面也都非常小心，只接受境外的美元和港币入金。外汇监管部门曾经也多次去查过，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富途证券和老虎证券这两家公司都在2019年3月先后在纳斯达克上市，而且股价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涨幅。富途最高时已经涨了10倍左右，老虎也涨了3倍左右。市场和投资者都用真金白银给这两家公司投了票。2019年10月，有群众举报宁夏向上融科在公众号老虎证券引导用户转签到境外的金融机构进行证券投资，导致国内资本外流。但是宁夏外汇局回复称，若您掌握具体的情节，请提供具体的外汇违法违规的事实以及可供查证的相关线索。这说明外管局其实也默认同意互联网券商这种模式。老虎证券的 CEO 吴天华表示，老虎证券之所以能够活到今天，就是因为一直没有做违规的事情。外汇管理的红线是不可以收用户的人民币，不可以帮助用户换汇。我们一直只收离岸美元和港元，只收客户本人的现汇，数字货币也不收。2020年10月，深圳外汇局因为富途违反外汇规定，给富途开了一张20万的罚单。起因是2020年5月，富途牛牛 APP 上线了一个感情无价、爱将升值的营销活动，用户可以使用中国境内的微信支付人民币购买股票卡，赠送他人。受赠者可以注册在富途牛牛账户后领取股票，
由于这些股票卡对应的股票都是港股和美股，受赠者如果把股票卖出，入账的就是美元和港币，这就等于说用人民币通过股票卡兑换为真实的股票，并间接换成了外汇，这就触碰到了外汇的红线。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互联网券商其实时刻都受到严格的外汇监管，一旦触碰外汇这条红线，必然会引来处罚。有的境外券商支持虚拟货币入金，券商在境内和境外有2个资金池，境内的资金池收客户的人民币，境外的资金池是 USDT， 客户在境内以人民币支付，买入境外的 USDT 后，然后卖出 USDT， 从而获得美元。虽然资金并没有出境，但实际上还有一个换汇的过程。虚拟货币换汇出境虽然更加的隐蔽，但承担的风险也会更大。支持虚拟货币入金的大多是小券商，资质往往会存在问题，跑路的风险也很大，不建议大家采用这种方式。互联网券商从2019年登陆美股上市，风光无限，他们能运营到今天，靠的不过是一直以来和监管玩的猫鼠游戏。但猫和老鼠的地位毕竟是不同的，就像今天猫不高兴了，那么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老虎就会瞬间现出原形，变成老鼠。没想到互联网券商的结局来得如此的突然和迅速，让人唏嘘不已。富途证券和老虎证券这些互联网券商倒了，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炒美股了。大陆居民可以使用另一类券商，就是美国的本土券商，比如说第一证券、盈透证券，还有嘉信理财。这些本土券商在中国大陆没有分支机构，不直接开展业务，目前不存在法律合规方面的问题。证监会的手再长，也是没有办法管到一家美国公司的。另外，现在这些美国本土券商都是免佣金的，而大陆的互联网券商往往都会有不菲的佣金费率，这也是互联网券商的主要的利润来源。之前我做过嘉信理财还有盈透证券的开户教程，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直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观看。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觉得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分享，对我都有非常大的帮助，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帮助更多的小伙伴。那我们下期再见。